这次前往哈尔滨，先飞往宁波中转，行李没有直挂。出境后，1楼有熟悉的便利商店跟肯德基。出境大厅在3楼，有不少装置艺术可以拍照、杀时间。这里也有特产店、便利商店、饮料店，还有一家牛肉面店。过安检后，餐饮选择就少了，建议可以吃饱再来候机。很火的电玩角色立体展示，不过我还是对吃的比较有兴趣。晚上10点抵达太平国际机场，我们的航班没有空桥，必须转接驳车。接驳车行驶到某些路段，还要等飞机起飞，也是挺有趣的。走出机场就能感受到浓厚的俄罗斯气息，仿佛置身于一部俄罗斯的电影场景之中。晚上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，房间水果是免费招待的。早餐有炸物跟馒头，种类还行。可惜咖啡是3合1的。吃完早餐出来适应一下温度，顺便把车号记一下。车内感觉比我家冰箱还冷，上车前还是要多穿一点。接下来前往今天第一个景点——伏尔加庄园。伏尔加庄园是以俄罗斯文化为主题，展现了浓郁的异国风情和历史记忆。庄园内有许多俄式建筑，也有很多娱乐设施。我们其中一个行程就是从城堡高处滑雪圈下来，还有分2个滑雪道。如果不想太刺激的话，可以去平缓一点的那条滑雪道。中午我们吃自助餐，馄饨味道还不错，饺子吃起来有点酸，其余的还行。这个景点真的蛮大的，每个点都拍照的话，应该可以在这边窝1天。前提是要穿得够保暖。接下来是哈尔滨的热门景点——冰雪大世界。这次的主题主要是世界各国建筑，当然也包含台北101咯，只是比例尺好像有点小。热门项目超级冰滑梯，听导游说排队要好几个小时，所以到现在还没玩过。这个景点我觉得其实排1个小时就够了，因为实在太冷了。晚上住的这间酒店呢，有一个门板隔了一厅一室，浴室也有浴缸可以泡澡。早餐是在2楼，这家早餐是这次旅程最丰富的，菜色种类多到当午餐或晚餐都行了。也有很多中国风人偶造景，重点是有研磨咖啡就是在。今天前往雪乡，高速公路休息区就是一个玩雪的景点。从这个结霜程度就知道有多冷了。接下来抵达亚布力，来体验马拉帕梨。拿错了，来往前走啦！导游说，帕梨就是雪橇的意思，马拉帕梨就是马拉拉雪橇的意思。这样说的话，换个动物就是狗拉帕梨、鹿拉帕梨。中途会有个休息点下来拍照。这个行程大约50分钟，是个轻松的行程。接下来经由雅雪公路前往雪乡，途中会再经过冰雪画廊这个景点，明天返回再来踩点。接下来就抵达检票口，有自助购票机可以自行买票，再搭接驳车坐一小段路前往雪乡大街。还真的有狗拉帕梨耶！这就是大家说的雪蘑菇景点，还真有点像。最热闹的雪鹰大街，大约500公尺而已。东看看西看看，也是一下就走完了。不过，如果要把整个雪乡景点都走完，也是要花不少时间的。
虽然这边的消费很高，但是付个门票进来晃晃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。晚上我们是在二浪河的民宿过夜，这边跟雪乡比起来，就是一个相当宁静的小村子。民宿还蛮新的，门口也有卖一些零食跟洗浴用品。房间不大，不过只睡2个人还好。民宿没有提供毛巾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柜台购买。早餐就是桌面这些东西，馒头无限供应，吃到饱不是问题。吃饱后出来走走，感受一下村子里的宁静，也可以体验一下泼水成冰的乐趣。今天回到之前经过的冰雪画廊，首先体验一下小朋友的游乐设施。转过去。进来以后，有一些老房可以拍照，也可以体验雪地摩托车、骑马。不过看了那么多天的雪，已经有点没那么兴奋了。你觉得这像猴子还是恐龙呢？今晚住牡丹江市，早餐也算丰富，有黑咖啡可以去加牛奶做成拿铁。今天前往图门市，进入到朝鲜族自治州，街上开始随处可见韩文。接着抵达中朝边境，沿着图门江看着对岸的北韩，有种从厦门看金门的感觉。图门口岸有个观景台可以上去，楼梯有点陡，不过有手扶梯，其实也还好。下楼后会从另一侧出来。晚上到延吉朝鲜民俗园，看看韩国的传统建筑，还有看别人拍完美照。再来抵达延边大学，看延大网红弹幕墙。只要有心，广告招牌也可以当景点。今晚入住的这家延边国际酒店呢，特色是在于它的早餐，有着丰富的韩国造景摆饰，还有韩式小菜。最重要的，咖啡也是有的。早上还是很冷，今天要前往长白山，高速公路上已经微微飘雪了。我们这次去的是长白山北景区，景区门口有防寒衣物出租，怕冷的可以在这边升级一下装备。明码标价，游客中心也有，价格一样。因为风雪太大，所以天池关闭。但是转个想法，至少不是整个景区都关闭了。该票给钱，代价组合票。我们的行程规划搭接驳车，直接到最上面的景点，车程约要50分钟。下车后，这景色真的挺壮观的。远端的那座小桥就是我们的目标，大家开始排队往上。走到中段，不时会有一阵强风吹了过来。眼前这就是长白山瀑布，瀑布嘞，我只看到小河，不过景色真的不错。只是风雪太大，在这边撑不了多久。回程我们搭雪橇滑下去，不过加上排队的时间，其实跟走下去差不了多少。看不到大天池，来看小天池吧。午餐就这一排，景区的3点不用太期待。吃完旁边就是景点绿渊潭，可以顺道一游。接着前往今天最后一个景点谷底森林，来回3公里，都是木栈板步道，挺好走的。
中地有一个小平台，可以稍作休息。步道除了中间要爬一小段楼梯，整段都算平缓。脚程快的话，1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完。晚上住的饭店门口有很多雪人，但是比较吸引我的是这台机车。房间很有趣的是提供了特色纸杯，没有茶包。今天是到二道镇玩雪地漂流，在冰天雪地中体验漂流的乐趣。雨衣建议可以不用购买，救生衣不穿也是可以的。如果掉到河里怎么办？站起来就好了，水深大概就30公分而已。除了卡在岸边，否则不需要去滑，顺着水流漂到终点即可。工作人员好像只负责拖船上岸，上岸的话要靠自己了。这边就只有这一间旱厕，里面就不拍了，自行想象吧。这次旅行最后一个行程是到一个叫做雪山飞湖的景区，来参观冰面东浦的一个表演。这台车后面的泳圈就是我们待会的交通工具，要反着坐，不然就要吃雪吃到饱了。看完表演又开始吹大风雪，感觉回程更刺激了。晚上住吉林火车站附近的酒店。最后一天清晨就赶到长春机场。这里托运完行李，一定要到一个房间门口等3分钟，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荧幕上。回去则是从上海转机回台北。最后说说这次旅游的感想。哈尔滨的冬天虽然很冷，但是做好保暖措施，其实不用太担心。另外就是房间暖气都开很强，而且几乎都是不能调的。第2天我还睡到热醒，后来才想到把窗户打开通风就好。最后让我惊艳的是，通常一般旅行团即使没有进购物站，也会在车上贩售一些东西。不过这次旅游完全没有推销任何的东西，真是很难得。这次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喽。